二代美队猎鹰黑科技傍身后，竟然做出这种事儿。2036年，东欧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内战，无数美军以维和人员的身份驻扎在了这里。他们所在的地区被罪恶的军阀维克托控制，多年来几乎无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为了打击他的实力，五角大楼派出代号 GAP 的机器人士兵助阵，但即使有黑科技的加持，美军却还是被打得丢盔卸甲，过程中还有2名队员受伤。啃完了手中的橡皮糖后，空军中尉哈普拒绝了前线的求救和长官的命令，直接朝着敌军派来的装甲车发射了地狱火导弹。一声巨响后，作战区域被夷为平地，2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伤员也葬身火海。事后，哈普受到了空军基地的惩罚，他被派往纳萨尼尔军营将功补过。新指挥官是里欧上尉。哈普下飞机到达后，当地下起了暴雨。通过检查后，他向人打听了里欧上尉的所在地，被告知只能去找艾克上校。艾克听说了事情原委后，直接告诉哈普：“你的运气不错，杀了2名美军，按军法来说你本该坐牢，不过有人看中了你的能力，才让你侥幸来到这里。无论你最后是生是死，对他们来说都是稳赚不赔。”说完这些，艾克也无意再说下去，直接告诉了他里欧的地址，还提醒他说里欧是个异于常人的家伙。穿过沉默的人群和破旧的设施后，哈普见到了正在边听音乐边当码农的里欧。里欧对他的信息包括个人隐私都如数家珍，在几句不是寒暄的寒暄后，里欧直接交代了任务，他们需要把一批疫苗送到20里外的诊所，那里正在被霍乱所荼毒，同时他们还需要摧毁维克托手中的核导弹系统。事不宜迟，他们必须马上出发。哈普始料未及，我以为自己只需要在新手村猥琐发育啊，结果你上来就要告诉我要去组队刷地狱模式。里欧告诉他，哥有第4代生物技术加持，保证咱俩平安无事。说着，他还现场修了一把纳米技术打造的透明上半身。哈普看着心里咯噔一下。随后2人组正式出发。路上，哈普对里欧的身份很好奇，里欧却总是岔开话题避而不谈。很快，小队正式开车上路。车子刚开出去没多久，从未出过远门打仗的哈普就觉得胸闷气短。里欧见状，便和他说起了荤段子，才让他的气色恢复了一些。这时，对讲机里传来了救援车遭遇袭击，导致前方道路受阻的消息。里欧直觉来者不善，他让哈普准备好家伙。他们赶到时，一群当地民兵正在瓜分救援车上的物资。小队以GAP机一人在前开路，组成防御阵型的方式缓缓前进。双方剑拔弩张之际，里欧主动解除武器走上前，一番诚挚的 talk 后，双方握手言和。不料左右两旁的废弃大楼内却突然冒出了很多维克托的手下，对方人多势众，又有火力压制的优势，于是里欧让小队留下掩护，他和哈普则步行前往送疫苗。2人在路上边走边聊，很快就来到了反抗军组建的庇护所。这里生存着各类平民，他们都是只想活下去的无辜百姓。里欧刚把疫苗交给诊所的医生，藏在暗处的维克托手下就开了枪，造成了一阵骚乱。里欧一枪将对方打伤，然后粗暴地逼供对方知道的信息。见对方拒绝开口，他便将其让愤怒的平民处置。哈普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人被活生生打死，有些难以接受。车上，里欧告诉他，这就是战争的残酷。来到座孤儿院后，女院长索菲亚向里欧提供了情报。她认为维克托很可能快得到核武器的发射代码了，必须得阻止他。如果他想要得到代码，就需要从军火商瓦里克那里购买武器，而瓦里克也是最有可能清楚代码所在地的人。要想见他，恐怕里欧他们得更新下装备了，而他就各种武器装备有偿提供，这也是他能运营孤儿院多年的原因。哈普虽然对此反感，但看着孩子们的笑容，他还是接受了现实。3人找到瓦里克时，与他的手下发生了冲突。一番肉搏后，里欧制服了瓦里克。瓦里克知道眼前的人惹不起，于是告诉他们维克托抢先了一步。1小时前，他的人就过来把武器买走了，代码被放在了帕萨兹瑞斯基街的迪尼普罗投资银行。索菲亚将瓦里克一枪爆头后，和里欧2人分道扬镳。2人顾不得其他，马上开车就往银行赶去。哈普觉得他们2人有点势单力薄，还是请求支援比较好。里欧像看外星人那样看着他说，咱这是小制作电影，叫援兵的话，那导演会破产的。再说了，哥20年前就在妇联混了，那些杂鱼能奈我何？话说到这里，车子也到了地方。行动前，里欧掀开衣服，让哈普将他背上的追踪器挖了出来，然后他们全副武装下了车。
银行里死气沉沉，除了警卫的尸体就是浑浊的空气。很快他们就和维克托的手下交上了火。经验不足的哈普差点开枪射杀了无辜的人质，恨铁不成钢的里欧便让他负责带人质离开，敌人由自己来对付。之后里欧将枪斗术、无双和闪避技能点直接拉满，上演了一场我一人包围了你们所有人，在银行内大杀四方。哈普刚把人质安全带走，援兵也及时赶到了这里，但他没有料到敌人手中还有人质。为首的敌人将人质和剩余的手下集中到了一起，想要拼个鱼死网破。不远处的嘎普暗中开枪将对方爆头。既然谈判破裂，那就开打呗。交火中不少无辜人质中弹身亡。哈普即使心中有1万头草泥马飘过，也只能掩护其余人质先行离开。他质问艾克为什么下令让嘎普不顾人质安全擅自行动。艾克告诉他，这家银行将在2分钟后从地球上消失，对付这种恐怖分子就直接平 A 过去，这很美国呀。在这过程中的额外伤亡就当是附带损失就好了。哈普赶在导弹爆炸前将最后一名人质救出，而里欧也成功夺回了代码。回去的路上，哈普认为既然任务已经完成了，那就该打道回府了。里欧却告诉他了一个震惊的事实，自己能按自由意志行动。那所谓的追踪器其实是美国军方为以防万一设置的故障保险装置。哈普没有反应过来就被里欧打晕，醒来后没多久，他又被一伙民兵蒙上了头抓走。头套被摘下来后，索菲亚坐在了他的面前，见他还不清楚状况，索菲亚便告诉他，其实维克托还活着。里欧也没有叛变，他之所以做出这一切，是为了让美国退出这场战争。美方所谓的维和行动只是为了破坏俄罗斯的稳定编造的借口。里欧作为一个正直的改造人，他将会纠正这个错误，把那些核武器用在美国土地上，以此一报换一报。这就意味着会有很多无辜人丧命。用美国人的话说，这也算是附带损失。作为军人的哈普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但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。索菲亚也无意杀他，并让他离开了。就在他们说话的同时，里欧也来到了维克托的面前。他原本想和维克托和平谈判，双方各取所需，维克托却太自以为是。里欧感叹了一句朽木不可雕也后，就将在场的人全部杀掉。暴力夺取了核武器系统。晚上，疲惫不堪的哈珀回到了基地，他将里欧叛变的消息和计划告诉了长官和艾克。长官听完，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当今之计就是要尽快的找到里欧并阻止他，而他现在正在开着瓦里克的车子行动。哈普直接打给了同事，锁定了那辆车的位置，他正向着俄罗斯争议的地区驶去，这意味着美国不能派军队过去。时间紧迫，哈普为了将功补过和挽留无辜的性命，主动要求由他一人单排前去刷副本。领了装备后，他踏上了路途，来到了里欧所在的地方后，他小心翼翼地摸了进去。艾克告诉他，等他确认了里欧和核弹的位置后，无人机就会立刻发动空袭。话音刚落，一名士兵就惨叫着从楼上被扔了下来。哈普顺藤摸瓜走了进去，但他的脚步声被敏锐的里欧察觉到，他打了哈普一个措手不及。他们就杀100万人救1亿人的问题争论不休。哈普虽然开枪打伤了里欧，但他也被打倒在地。眼看着里欧就要发射核弹，哈普强忍着疼痛站了起来，他换上了专克装甲车的子弹，抬手几枪下去，终于放倒了里欧。但此时导弹发射系统已经无法停止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只有再用一次和平的老方法了。哈普在离开前告诉里欧，即使人类犯了错，但他们总会做得更好。30秒后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里欧和导弹一起灰飞烟灭。回到基地后，艾克告诉他，自己已经将他拯救世界的英勇事迹报告了上去，经过领导批准，他可以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继续战斗。哈普简单道谢后，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了未知的前方，未来还有更多的战斗在等待着他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